1990X 年、全世界が 3D 格闘ゲームに熱狂していた。3D 格闘ゲームという新たな戦場に多くのメーカーが続々と旗を立てた。しかし、その多くは激しい競争の中で早々に姿を消してしまった。やがて、この戦場を制したのは、鉄拳とバーチャファイターという2つの巨頭だった。だが、このジャンルに挑戦しようとするメーカーは、決して姿を消し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。Team Ninja 最初是为开发 Dead or Alive 街机版而成立的小组，并由组内成员亲自命名，这在 Tecmo 社内尚属首次。与之前的开发部门相比 ，Team Ninja 主要专攻高质量的新类型游戏开发。当时公司希望借助世嘉的最新基版 Model 3来制作游戏，然而世嘉可能认为 Tecmo 无法驾驭 Model 3，因此只提供了性能较低的 Model 2。不论世嘉是否有意为之，这反而激发了开发团队的斗志。是要在 Model 2上打造一款不逊于 Model 3的游戏作品。然而由谁来负责开发成了一个大问题。Tecmo 的程式师们纷纷表示拒绝。几经辗转后，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上属新人的板垣半信身上。板垣半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，于1992年加入 Tecmo， 最初应聘的是企划职位，当时世嘉也是他的备选公司之一，但因通勤不用倒车，他最终选择了 Tecmo。参与的第一款作品是 SFC 平台的《天使之翼4》，虽然才入社2-3年，但板垣一直在学习 3D 的相关知识，因此对开发 3D 游戏有一定的自信。因为死或生的开发理念与 Tecmo 以往的开发方针截然不同，最初在公司内部并不被看好。在对 Model 2的性能进行研究后，他带领另外2名开发人员正式启动了专案。由于首次制作格斗游戏，他们希望在游戏中加入一些其他作品从未尝试过的新要素，例如角色可以从瀑布或悬崖处追击对手，或者在背景中展示上千只鸟飞翔等。可这些设想当时都无视了多边形数量的限制，虽然这些创意最终未能实装，但都在后续作品中得以实现。游戏中角色的动作都采用了动作捕捉技术。拍摄完成后，开发团队会根据素材进行手动编辑，进一步优化动作表现。尽管有专业的格斗技术人员协助拍摄，可因为不能清晰地传达具体需求，开发人员不得不亲自演示，随后再让动捕演员照着做。游戏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女性角色无视重力的汝摇系统。虽然如今看来这种摇动幅度显得非常夸张，但在开发过程中，团队却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设计。每名角色摇动的数据各不相同，尽管不符合现实物理规律。开发组甚至认真地讨论过是否需要通过动态捕捉来制作汝摇效果。另外，游戏还为每个角色设计了多套服装，甚至还有 coser 特意询问哪套才是正式造型。在正式确定 Dead or Alive 这个标题之前，曾有近100个备选方案。有段时期，游戏名被暂定成五雷王，可板垣对五雷王这个标题并不满意，直到某天突然想到 Dead or Alive， 打算将其作为正式标题。尽管这个决定遭到了不少反对，但他依然坚持使用，并沿用至今。游戏的角色设定同样经历过多次变更，因此可以看到不少奇特的角色设定。早期的人设原案中，曾有一名使用泰拳的角色和一名蒙古摔跤手。泰拳角色最终演变成了扎克，而蒙古摔跤手因为实在想不出合适的招式而被弃用。开发团队原本希望能在游戏中呈现出不同地形来影响战斗，例如泥泞的地面、水洼等，可受限于基板性能，最终只能用 Model 2可实现的爆炸效果来替代，这便是游戏中的 Danger Zone。比起这些妥协，开发能力的不足才是最大的挑战。为了提高出拳的响应速度，团队反复重做了几十次。即便如此，最终也没能达成理想的效果。对当时的游戏业界来说，制作 3D 格斗游戏是极具挑战性的，而且大多数开发商都认为
只有像世嘉这样的大公司才能制作出合格的 3D 格斗游戏。当时世嘉的 VR 快打2正处于巅峰时期，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存在。在接受 Gamist 杂志采访时，杂志甚至为相关文章贴上了略显讽刺意味的口号：无所畏惧的男人们。这足以说明外界对这款新游戏质量的质疑。虽然在开发 DOA 这样一款 3D 格斗游戏，但板垣半新自称是格斗游戏的门外汉，过去简略微接触过一些2D 格斗游戏，因为不喜欢 3D 化的角色，所以对这类游戏几乎毫无兴趣。由于没时间从零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 3D 格斗游戏的核心设计，为此他特地找来公司内热衷格斗游戏的职员协助开发工作。对板垣来说，只有当画风符合自己审美时，他才会真正想要去玩。因此，他希望 DOA 能凭借画面来吸引玩家，可仅凭 Model 2的性能来表现写实风格并不现实。毕竟当时已经有 VR 快打等珠玉在前，所以他决定在写实风和动画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。在游戏开发期间，他认为自己做过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角色阴影的处理。当时的 3D 多边形角色棱角分明，尤其是面部容易出现明显的多边形棱线。为了不让这些棱线显得突兀，他通过调整阴影波来掩盖。终于调整到理想的状态后，他才惊讶地发现阴影数值已经被设为0。组员们纷纷表示这样就不是 3D 了，但板垣凭借自己的特权强行通过了这种画面表现手法。1996年10月，街机版上市，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。当板垣看到玩家面带迷之微笑享受游戏的场景，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念：想要吸引玩家，就必须强调夸张的画面表现。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街机市场中，能够吸引玩家目光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次试水为 DOA 后续的系列化奠定了基础。当时的 3D 格斗游戏大多数追求贴近现实，而初代 DOA 则反其道而行之，采用了独特的战斗系统，主要分为拳、脚、Hold 3个按键。Hold 系统使游戏节奏变得更快，配合夸张的对战演出效果，使其在同期作品中脱颖而出，与其他 3D 格斗游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前面有提到 DOA 是基于世嘉机版开发的，已知家用机的首选自然是 Sega Saturn。在开发 SS 版时，团队新浪的曾参与制作街机版斗机传承的成员，该作的主程式后来也成为了多部 DOA 作品的主程式设计师。这位程式师最早对 3D 格斗游戏一直抱有偏见，板垣花了不少时间进行说服，最终才让他带着团队加入 Team Ninja， 开发组规模得以扩展到50人。由于街机版受时间限制，有许多未能实现的内容，制作组早在着手移植之前，就已下定决心要在家用机版弥补这些遗憾。可要在性能远低于 Model 2的 SS 上进行移植，难度远超预期。在板垣正式推进 SS 版开发之前，已有其他小组对 SS 进行了基础性能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角色最多只能使用300个多边形。为了尽可能贴近街机版画面，开发团队使用 DSP 进行浮点运算，结合 SS 的双 CPU 结构来提高处理性能，最终勉强达到了移植标准，使角色可用多边形数提升到550个。除此之外，所有角色的招式都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追加和调整。不同于街机版 ，SS 版几乎没怎么用动态捕捉，只在 OP 动画和少量动作中应用。家用机版的另一大特色便是新增了大量服装。由于开发时间有限，团队无法制作完整的1D 动画，为了游戏结束后能给玩家提供一些奖励，他们想到了新增角色服装这一方案。比起复杂的操作调整或加入新模式，为角色设计新服装显然更加直观，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可选服装数量远超男性角色。板垣半信坦言，这纯粹是开发团队的兴趣使然。最初，他们计划为每位角色仅新增1套服装，后来有人提出，既然要加，不如顺便增加配色选项，但又觉得单纯换颜色过于无聊。结果在制作过程中越做越认真，侠的新造型不断增加。为了保持角色间服装数量的平衡，其他角色的服装也相应增加。SS 版的这些服装中，侠的水手服造型非常占用资源，因此当 1P 和 2P 选择相同造型对战时， 1P 的模型尺寸不得不缩小，以减轻处理负荷。开发团队对服装系统的热情一直延续到 PS 版，并且由于 PS 版与 SS 版是同步开发，因此 SS 版发售不到半年就推出了 PS 版。开发 PS 版的过程也并不顺利，受限于主机特性，
想要确保游戏能流畅运行，不得不牺牲部分画面效果。为了实现稳定60帧，开发团队经历了3次重新设计，才勉强达到了满意的程度。同样，由于性能不足 ，PS 版还去掉了 Rain Out。除了新服装的追加外， PS 版还增加了2名新角色，霞的妹妹林音和缇娜的父亲巴斯。不过这2名角色初登场时尚未经过充分打磨，所以在设计层面仍属于未完成形态。其实林音早在 SS 版的练习模式中就有登场，当时练习对手的身份被设定为霞的妹妹或母亲，但角色模型其实是对霞的面部稍作修改，并更换了一套服装。随着 SS 版和 PS 版的推出， DOA 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由于加硬机版开发耗时超过1年，为了给续作 DOA 2积累开发经验，团队决定先开发一款初代的加强版，这便是街机版的 DOA Plus Plus。在本作中，对来自 PS 版的新角色林音和巴斯进行了大幅改进。游戏最初是在 Sega Saturn 互换机版 STV 上开发并进行宣传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最终决定改用 Tecmo 32-bit System Board 开发。由于基板性能限制，画面无法做到显著进化，于是开发团队果断决定放弃对画面的优化，专注于系统层面的打磨。本作新增了暴击系统，并对后的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。尽管这些优化弥补了前作在设计上的诸多遗憾，但也使得游戏系统变得过于复杂，对新手玩家极不友好。在 Gamers 介绍 DOA Plus Plus 的专栏中，首次放出了角色的泳装 CG， 提前向外界展示了2代在画面上的进化。DOA Plus Plus 作为初代的完全版，不仅完善了战斗系统，也为 DOA 2的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因为内容较多，所以这期只介绍初代，后面几代的内容和系列发展以后再开一期详聊。如果你觉得有意思，请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。这里是玩大的 Nail， 我们下个游戏再见。さよなら。